摄政王在找救命恩人，城里所有的女子都去凑热闹了，我没去。上一世我拿着信物相认，嫁给他为妻，可他有个病弱白月光，娶我是为了用我的心头血当药引子。我被囚禁在府中，受取血之痛。重来一世，我只想离他远远的。可当晚，他却找到了我。灯火下，他的笑容阴鸷而兴奋，微凉的指尖划过我的侧颈。角角，找到你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收拾好包裹，准备跑路时，一群官兵围住了我的茅草屋。为首的是陆程，他穿着黑色绣金长袍，端坐在太师椅上，神情淡漠。我整个人被定在原地，脑子瞬间空白。这个时间点，他不是在城里找救命恩人吗？村长站在他身后，点头哈腰。贵人，这就是徐皎月的家，草民这就去帮您叫他。他点了点头。村长得了令，笑着走到门口，敲响了房门。小月，是我，快开门，有贵人来了。我慌乱地将包裹塞进被子里，在床上躺了下来，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如常。村长，我睡下了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。他语气中带着不悦，这才什么时辰，你就睡下了？我捂着狂跳的心脏，解释道，身子有些不适。屋外的声音消失，可亮起的火把表明陆程没离开。果不其然，他的声音隔着屋门传了进来。既如此，那本王就在这儿等着许姑娘起床。我实在难以忍受这瘆人的氛围，哐当一声拉开门，却恰好撞进他幽暗的眸子中。瞬间头皮发麻，我下意识地躲开他的目光，看向村长，强装镇定。村长，有什么事？陆程不疾不徐地起身，在我面前站定，他的身影将我整个人笼罩起来。我往后退了退，整个人都贴在门板上，不寒而栗。灯火下，他的笑容阴鸷而兴奋，微凉的指尖划过我的侧颈。角角，找到你了。随着他的动作，一股子浓郁的药味也随之钻入鼻孔，和柳嫣然身上的一模一样。我没忍住，哇的一声吐了出来。柳嫣然是陆程的白月光，前世陆程在经过青州时遭到刺杀，身中剧毒，我上山采药救下了他。他周身气度不凡，却因为中了毒，耳不能闻，口不能言。我为他请了大夫，小心照料他。他本就是芝兰玉树的人，相处中我对他动了心。可后来我外出，再回来时他已经不在，只有桌上放了枚玉佩，上面是一个鹿字。我心中虽有些遗憾，但知晓他大约是全好了，也放下了心。直到3个月之后，摄政王陆程一掷千金，寻找救命恩人。我拿着玉佩去找了他，之后就像所有话本子中那样，救命之恩以身相许。陆程娶了我，成婚后我才知道，他的府邸中还养着另一个女人，他们一起长大，感情深厚。他小心翼翼地将她珍藏在府中，不允许任何人窥探。我心中虽然有所芥蒂，可他对我很好，事事以我为先，将我宠到了骨子里。我便将自己的一颗真心交付了他。直到那日，他将我绑在床上，亲手将一把匕首插在我的心口，鲜血直流，我疼得直掉眼泪。他的手轻轻划过我的发间，温柔地吻去我的泪珠，可眼底却是一片清明。角角乖，只是一点心头血而已。他边说，又将匕首往里旋了几分。我尖叫着哭出声。他按着我的头，不顾一切地吻下来，唇齿纠缠，口腔中弥漫着浓郁的血腥味。我疼得晕了过去。自那之后，我的噩梦便来临了。我被他囚禁在府中，每月15，他都会用那把匕首一次又一次插进我的心口，直到他外出办事，柳嫣然找到我，我才知道他从始至终都是在对我逢场作戏，娶我只不过是为了取我的心头血，给柳嫣然做药引子。柳嫣然走后，我趁着丫鬟没留意，打翻了烛火，在漫天大火中结束了我短暂而悲哀的一生。我吐了陆程一身，在场的所有人都脸色一白，可他却没生气。他慢条斯理地解开外袍扔在一边，丝毫不嫌弃地伸出手替我擦干净嘴角的秽物。解气了。我有些摸不准他的想法，
低下头不看他。民女愚笨，冲撞了贵人。他轻声笑了起来，皎皎，你装傻的水平真差。我呼吸一滞，心里憋着一口气。贵人莫要戏弄民女。村长扯了扯我的衣袖，又急又气。能救贵人是你的福分，你可不要挟恩图报。我露出一个恍然大悟的表情，故作轻松地笑了笑。原是如此，贵人想必是认错了人，您的救命恩人并非民女。陆程嗤笑了一声，他钳住我的下巴，强迫我与他四目相对。不是你，那是谁？强大的压迫让我整个人都快要呼吸不上来。我正要回答时，耳边突然传来声音：王爷，救您的人是民女。民女有信物，来人是村长的女儿小翠，她手里拿着的正是3月前陆程留给我的玉佩。可是那玉佩明明被我埋在了村口的大柳树下，怎么会出现在小翠手里？还没等我想明白，她就羞涩地跑了过来。她精心打扮过，可因为皮肤黝黑，反倒有些不伦不类。民女小翠，王爷，救您的人是民女。村长吓得面如白纸，急忙挡在他面前，向陆程解释：贵人，我家小翠小时候烧坏了脑子，她是在胡说八道，您看在她一个小姑娘的份上，不要与她一般见识。陆程松开我，兴味盎然。可这玉佩的确是本王的。小翠从他爹背后探出脑袋，如小鸡啄米般点了点头，面上一片红晕。豆大的汗珠从村长的额头滑落，我刚想出声提醒他，却见他飞快地瞪了我一眼。王爷，您不要被这狐妹子给骗了。我咽下了想说的话。陆程带着村长和小翠离开了，他们前脚走，我后脚就从被子里摸出了包裹。我自小在村子长大，附近的10里大山早已被我走遍，只要我小心些，陆程的人就找不到我。柳嫣然的病拖不了太久，陆程找不到我，一定会重新寻找新的目标。这样一来，我就安全了。等柳嫣然死了，我就更没有后顾之忧了。我打定主意，趁着天黑往山里走。小翠和村长的脸总是在我眼前反复出现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安慰自己，陆程只想找要引子，应当不会伤害村长和小翠。可越走，心里越没底。我努力回想着被村长嘲笑、被小翠欺负的日子。他们这样的人死了，其实罪不至死。我咬了咬牙，抓紧包裹，转身跑了回去。平心而论，这些年我在村子中的境遇并不算好，可多少也受过村长照拂。光是如此，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赴死。我一个劲儿地告诉自己，陆程没什么可怕的。可在看到他的那一刻，我的身子还是不由自主地抖了抖。他和他的人早早地等着我自投罗网。小翠和村长被绑在村口的大柳树上，他一见到我就呜呜地哭。小月，救救我，我知错了，我不该冒领你的功劳，更不该骂你狐妹子。我真的知错了，你救救我。村长也一个劲儿地朝我使眼色。陆程仍旧坐在那把太师椅上，把玩着手中的匕首，让人猜不透他在想什么。我迈着1000斤重的步子挪到他的身边，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。此事与村长、小翠无关。冰冷的刀剑抵在我的下巴上，我被迫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。他凑近我，呼吸间热气交缠。皎皎，我送你的东西，你怎么能随意丢掉？我不动声色地仰了仰脸，将眼底上涌的热意倒逼回去。民女只想救人，不求回报。他眸中一抹黑色暗涌，诡秘地望了我许久，低低一笑。如果我偏要报呢？那就请您放了村长和小翠。他收回匕首，慵懒地靠在椅子上。好啊。我听到他的回答，蓦地松了一口气。少顷之后，他的另一句话让我如坠冰窟。代价是你跟我走。我第一次意识到权势的力量。陆程这样位高权重的人，只要他想，碾死我就像一只蚂蚁那样简单。他站起来，像逗猫那样抚了抚我的发顶。皎皎，听话，哪儿别去，就陪在我身边。他不给我反抗的机会，将我拦腰抱起。这次我不会让你逃了。我浑身僵硬，大气也不敢出。他炙热的呼吸喷洒在我的耳后，放松点。
我身子一软，脸上迅速发烫。轻笑声从头顶传来：“角角，你的身体可比你诚实得多。”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他在床子之间的特殊癖好，一时间又恼又气，一股子抑制不住的恶心从喉间涌出，我又吐了他一身。他只是微微皱了皱眉，怎么又吐了？一个荒唐的想法出现在我脑海中：民女有孕在身。陆程的身体顿了顿，他低下头看向我，阴鸷的目光泛着寒意。他一字一顿道：“你再说一遍。”我到底是没敢再说，可半路上仍旧不死心道：“王爷，您能放我离开吗？”他淡淡的看了我一眼：“想都别想，如果我真的有孕了呢？”他阴森的笑了笑：“我不会让你怀上其他男人的孩子。”我自讨没趣，也就不再说话。我并不惊讶于陆程的反常，早在逃跑时我便已想清楚，他大约是和我一样有了重生的机遇。这样想着，其实也就不怕了。他不重生，我就斗不过他；他重生了，我更加没了胜算，倒是颇有点破罐子破摔了。陆程带我回了他在青州的府邸，但他似乎很忙，我好几天都未曾见过他。侍奉的丫鬟都不喜欢我，经常在背后说我坏话，无非就是些挟恩图报、麻雀飞上枝头等无关紧要的话。我不与他们一般见识，直到他们说柳嫣然要来了。我还记得说这话的那个丫鬟叫秋月，是陆程从京城带过来的，其他的丫鬟都是他来了后才买回来的，因此他总是自诩高人一等。他得意洋洋道：“柳姑娘可是王爷的心头肉。”我的心一沉，情绪也低落起来。等待的日子属实不好过，头上悬着的那把大刀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落下。我想去找陆程，要杀要剐，总要给个准话，可我连他的面都见不到。直到柳嫣然来的那天，我闲得无聊，跑到大门口凑热闹，就看到了许久未见的陆程。柳嫣然站在他旁边，一脸娇羞地看着他，那双总是翻滚着黑云的眸子罕见地泄出几分温柔。我突然没出息地想哭，不知道是谁推了我一把，我没站稳，眼看着就要摔在地上。他接住了我，我抬起头看向他，他的眼睛中翻滚着怒气。谁让你来的？瞧瞧，多明显的对比。我推开他，我想来就来。他的脸色更难看了。柳嫣然上前打圆场，他亲切地抓着我的手，上下打量我。许久未见，皎皎姑娘依旧光彩照人。他笑着道：“到底是京城中的贵女，一言一行皆合乎礼度，就连说谎也心不跳脸不红。”我想要抽回自己的手，可陆程却让我别动。我不想见柳嫣然，可她总在我面前晃。丫鬟们都是墙头草，一个个上赶着巴结她。明明是我想吃的、想喝的，最后却都端到了她房里。我受了委屈，找陆程告状，可他只是淡淡的看了我一眼，柳姑娘喜欢便给她好了，只要她喜欢，我什么都要让。这比前世还不如，至少前世我是和陆程成亲后，享受了一段快活日子才见到他。这样看来，重生也没什么好的，我依旧无法掌控我的命运，还不如不重生呢，死就死了，重新投胎多好啊。他在我面前晃的次数多了，我便总是想起上辈子的事儿。晚上睡不好，经常做噩梦，梦到被火蛇舔舐皮肤时的痛感，浓烟进入肺里的窒息感，梦到我倒在火海里，又烫又难受，有人冲了进来，抱起我，一声又一声呼唤着我的名字。横梁被大火烧断，狠狠砸在他的背上。我哭着醒来，不知道怎么会做这样的梦，大概是我太想活下去了，就连做梦都渴望有人来救我。陆程坐在我的床边，他心疼地抚过我的眉眼，角角，是不是很疼？我点了点头，哭着喊疼。他俯下身来亲我，我用力地推开他，陆程，我恨你。他眼睛红了，更加发狠地来亲我。我用力地挣扎，许久之后，他把头埋在我的颈间，一股温热的液体从皮肤上划过。角角，我爱你。陆程根本不懂爱，他的爱是占有，是强迫。就像现在，他根本不问我的意愿，就将我带到一家客栈。他小心地拿起碟子中的糕点喂到我嘴边，而我却偏过头，
厌恶地将他的手打开。他也不恼。我问他，你究竟要干嘛？我想让你开心。那就放我离开。他摇了摇头，角角，我不会让你走的。你这辈子只能待在我身边。我蹲在地上哭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。陆程，你究竟要干嘛？你爱柳嫣然，那就坦坦荡荡去爱她，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呢？我又做错了什么？他将我抱在怀里，一下又一下地拍着我的背。角角，我不爱他，我只爱你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他还在说谎。你真让我恶心。我学会了用最伤人的话来攻击他。他果然露出受伤的表情，可很快他就笑了笑，不知道是在安慰我，还是安慰自己。无爱。他的声音发颤，手也冰得像寒冬里的石头。角角，我要怎么办才好？我恶毒地笑了笑，那你去死啊！他当然不会死，因为他还要救柳嫣然。我们又成了亲，跟上辈子一样。我听到他对柳嫣然说，再等等。等什么？自然是等他名正言顺地娶了我，再用匕首扎进我的心口，做他的药引子。他就那样看着他，美目含泪，活生生一对苦命鸳鸯。可真正的苦命人只有我，重来一世，我也无法摆脱既定的命运。我还是要当柳嫣然的药引子，最后还是要孤零零地死在大火里。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要被逼疯了，脑子总是昏昏沉沉，时不时就掉眼泪，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。陆程不是个情绪外放的人，可新婚夜他多喝了几杯，任何人看见都不会怀疑他此刻的喜悦。他抱着我絮絮叨叨，说着些我听不懂的话，直到上了床，他拨开我身上的嫁衣。我说不清自己心里的感觉，酸酸涩涩的，又高兴又生气。我气自己没出息，却又无法控制地为他心动。难怪书上说情字最难解。他低下头亲我，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温柔。我被亲得喘不过气来，蓦地摸到他背上的一大片凸起，脑海刹那间就变得清明。他的背上为何会有烧伤？那日的梦境在脑海中浮现，可等我想要回忆更多时，脑袋就像是被针扎了一样，密密麻麻的疼。他觉察我的异样，停了下来，焦急地呼唤着我的名字。缓了好一会儿，那疼痛才消失。我把头埋在他的怀里，娇气道：陆程，我好疼，你别走，陪着我行吗？他说好。可很快，柳嫣然的丫鬟来了。她说她家小姐半夜发了病，让陆程快去瞧瞧。她就要走，我抱着她的腰，你说好要陪我的。她生了病，不去请郎中，请你作甚？她掰开我的手，我去看看，等会儿就回来。她又骗了我，她去了就没有回来。我们的新婚夜，她把我一个人留在房中，等到了天亮，她也没回来。桌上的喜烛早已燃尽，留下一地红泪。我在惶恐中度过了一日又一日，吃不下也睡不好。陆程换着法子地照顾我，他每日都贴在我的耳边唤我的名字。闲暇时分，他就把我抱到腿上，亲亲我的额头、眼睛、手指，说他爱我。时间久了，我竟有些无法分辨眼前的他和上一世的他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人。我时刻提醒自己不能沦陷，想一想上一世的下场。有时半夜醒来，背上都会惊起一层薄汗。我焦急地等待着上一世的事情重演。没想到我怀孕了，这次是真的。我在心底庆幸，也许有了孩子，他就会放过我，毕竟这也是他的骨肉。那天我起了大早，对着镜子梳妆打扮。他一下朝就回了府中。我在门口等他，他看见我，立刻快步走上前，声音里是掩饰不住的欣喜：角角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低下头，脸上一热：我来接你。我做了绿豆糕，煮了甜粥，然后状若无意地问他：陆程，你喜欢孩子吗？他的手一顿，脸色也沉了下来。不喜欢。我站在原地不知所措，许久之后才找回自己的声音。好巧，我也不喜欢。我的幻想破灭了。我勉强地笑着，一时不慎打翻了茶盏，滚烫的茶水顺着桌面流下。氤氲雾气中，陆程一直盯着我，似乎想从我脸上看出些什么。我有些绝望，他一定是看出来了。他这么聪明的人，
怎么会看不出来？我摸着肚子，下意识地往后退了退。好在他收回了目光。可第二日，我就在花园中听到了他和柳嫣然的对话。他说：“我不会让他生下孩子的。”我死命地捂着嘴，蜷缩在花丛中，半点声音也不敢发出，眼泪顺着脸颊一个劲儿地往下流。趁着月份还小，打掉吧。他说的那样轻松，甚至连一丝表情都没有，好似那并不是他的孩子，而是一个毫不相干的陌生人。我捂着肚子，下定了决心，无论如何，我都要逃出去。这个孩子是两世唯一的变数，我必须留下他。我做好了逃跑的打算，越快越好。可他却一反常态，始终守在我身边。我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，一连拖了好几天都没有找到机会。我咬了咬牙，心里有了大胆的想法。陆程从不拘着我，我在府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除了柳嫣然的院子。因此，我趁着丫鬟不注意，偷偷溜了过去，点了一把火。火苗燃起的瞬间，临死前的痛苦在脑海中再次浮现。我的呼吸变得急促，整个人也要站不稳。这把火不会引起伤亡，但会制造混乱。我躲在暗处，安静地看着这一切。陆程来得很快，他连想都没想就冲了进去。我就知道他最在乎的就是柳嫣然。我擦干眼泪，趁着混乱到了后门。可还没踏出府门，陆程就赶了过来。他看上去很狼狈，衣袖上沾满了灰。柳嫣然在他身后，他看到我就冲了过来，死死地盯着我，眼神仿佛能吃人。徐皎月，你太过分了！看看，他终于露出了真面目。陆程垂在身侧的手捏紧，好看的侧脸一半被火光映得猩红，一半则被暗夜深埋着。过来。我没动。他生气了，灼热的体温眨眼间逼到了眼前，让我的后背撞上了墙，毫无退路。就那么恨我？我毫不畏惧地对上他的眼。是啊，恨不得你立刻去死。他苦笑了一声，好，但不是现在。他强硬地带走了我。从柳嫣然身边经过时，他警告地看了他一眼。我的惩罚很快就到了。柳嫣然亲自端着落胎药来到我的房中，他逼着我喝下。我不愿意，他就让丫鬟按着我。我慌乱之中哭着喊陆程的名字，求他救救我。柳嫣然森森地笑了起来。救你？徐皎月，你约莫是没搞清楚状况，这落胎药便是王爷让我端来的。他掰开我的嘴，把药灌了进去。那是我这一生喝过的最苦的东西，五脏六腑都像是泡在了苦水里。我能清楚地感受到，有什么东西似乎在离我而去。那个还未成型的孩子，他仿佛就站在我的身边，叫我娘亲。娘亲不要我了。他边哭边往外跑，我不顾身体的疼痛，站起来去追他。那样小的房间，我却依旧追不上他。不知道撞到了哪里，眼前出现一道暗门。我几乎是没有思考，就跌跌撞撞地跑了进去。那里没有我的孩子，只有我。满墙的画像都是我，从小到大足足上千幅。脑子像是要炸掉了一般，剧烈地疼起来。无数画面塞进了大脑，我眼前一黑，彻底晕了过去。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的那个人明明是我，可又不是我。那些记忆对我来说是那样的陌生。我梦到我和陆程是青梅竹马，一起长大。他总是喜欢欺负我，每次把我惹哭后，又拿些小恩小惠哄我开心。偏偏我最吃这一套。他教我写字，教我读书，教我女子本强。他带我去看花，看星星，看月亮。直到15岁那年，他带着我偷偷溜出府玩耍，回来的路上遇了刺客。他那时淘气，练功也不认真，打不过便只能逃。我自幼身体不好，跑2步就气喘吁吁，严重拖慢了他的脚步。即便如此，他也从不曾放开我的手。实在是跑不动了，他就背着我。我们跑了许久，刺客紧追不舍。他咬了咬牙，将我放在一棵大树下。15岁的少年，脸上还有着未曾褪去的稚气，眼神却异常坚定。皎皎，你躲好，我去引开刺客。可我只是一个孤女，一个不足以让他陷入危险的孤女。生平第一次，我反抗了他。
我趁着他转身背对着我，用石头砸晕了他，把他藏在树洞中，独自去引开了那些刺客。刺客下了狠手，一刀捅穿了我的心脏，血流了一地，钻心的疼。等我被他找到时，已经是出气多，进气少了。他抱着我哭得厉害，求我不要死。我想告诉他，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可太累了，一点力气也使不出。其实我那时已经死了，可陆程不知道在哪里听说苗疆巫医能活死人100股。我的尸体被放在一个大大的冰棺里，像是睡着了一般。他眷恋地摸摸我的脸、脚脚，等我。向来娇生惯养、养尊处优的少年，第一次吃尽了苦头。他足足花了3个月，才找到了传说中的巫医。巫医不肯救我，他就一直跪在他的门口。后来，巫医的孙女见他实在可怜，便向巫医求了情。巫医给了他一颗黑色的药丸，并让他带走了自己的孙女。他们回到京城，巫医的孙女也为自己取了一个汉人的名字柳嫣然。那药丸其实是蛊虫，蛊虫入体，人死复生，但蛊虫是解药，亦是毒药。我又活了过来，却忘记了一切。于是我给自己编织了一场梦。梦里我是孤女徐皎月，自小在村子里长大，直到我救了摄政王陆程，我们顺理成章的成亲，恩爱有加。可他娶我是为了用我的心头血做药引子，我不堪受辱，一把火了却此生。那之后我又重生了，原来都是梦啊，没有白月光，没有心头血，只有那个小小的却操控了我精神的蛊虫。那些被抢走的吃食，只是因为我的身体不适合吃，喝下的药也只是为了医治我的癔症。他从不曾欺骗我，亦不曾伤害我，可我却将他伤得遍体鳞伤。我不记得自己昏迷了多久，醒来时一眼就看到了守在床边的陆程。他眼底一片乌黑，眼睛中也满是红血丝。他见我醒来，眼眶湿润。皎皎，你终于醒了。我举起手，轻轻抚在他的背上。陆程，很疼吧？那场火是真实的，那个梦中将我救出的人也是他。他的身子一僵，不可思议地看着我，鼻子酸酸的，心口也像是压着一块大石头。都想起来了。我说。他一把将我抱在怀里，你终于想起来了。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也许这就是强行从阎王手里抢人的报应。我想起了一切，却依旧分不清哪些是假，哪些是真。我去找了柳嫣然，其实细细看来，能看出她脸上的异域风情。我问她，有什么能让人忘掉一切的蛊虫？她倒了一杯茶水放到我的面前。有。他从袖中拿出一个小小的匣子，推到我面前。忘情蛊。我盯着这个匣子看了很久，始终没有拿。离开前，他告诉我，你自幼体弱，后来又受了重伤，爷爷的蛊虫救了你的命，可谁也不知道你能活多久。我转过头看他，又看向那个匣子，快步上前将其攥到手中。照顾好陆程。我向他说了最后一句话，陆程的一生不该这样耗在我身上。我陪他过了最后一个生辰，许久没下厨，做出的饭菜有些难以下咽，可他却吃得很开心。吃完后，我们坐在院子里的摇椅上，院子中的月见花都开了，一片连成一片。我窝在他的怀里，絮絮叨叨。陆程，以后我们养只蓝眼睛的小猫吧，小小的，圆滚滚的。他说好。我又说，城里的紫蝶轩又出了新的衣裳款式，我想去买。他也说好。我还说，我想要一套珍珠头面，京城中的贵女们都有，就我没有。他亲了亲我的额头，不要珍珠，要夜明珠，这样就算在夜里，我也能看清你。我笑了起来，那样多吓人啊！这样的时光太美好，我们都不舍得结束。直到深夜，他依旧睁着眼睛看着我。我想他这么聪明的人，一定是觉察到了。他知道我要走了。我捂住他的眼睛，陆程，我爱你。他伸出手想要来抓我，可我早在他的饭菜中下了药。我从袖中拿出那个匣子，他惊恐地盯着我，拼命地摇着头。我蹲下身子，手指轻轻抚过他的眉眼。陆程，我不值得。
我把药丸喂到了他的嘴里，强迫他咽了下去。我轻松地笑了笑，嗓子却疼得说不出话来。我贴着他的额头，向他做了最后的道别。陆程，我走了。陆程不曾限制我的自由，所以当我牵着马从府中离开时，下人并未多想。他们以为我很快就会回来，但我再也没有回去。深夜的街道只有哒哒的马蹄声。出了城，翻身上马，马就跑了起来。我想好了要去的地方，便不曾停留。直到第二日的晚间，陆程和柳嫣然追上了我。他跑丢了一只鞋，发髻也散了，狼狈又慌乱。他跌跌撞撞地朝我跑来，在我面前停下，眼底一片猩红，神情破碎。我看向柳嫣然，别这样看我。我虽然爱慕王爷，却不是趁火打劫之人。忘情谷是真的，但若是服谷之人不愿忘，即便服下忘情谷，也无济于事。角角，求你别走。他声音哽咽，他颤颤巍巍地朝我伸出手，努力挤出一个难看的笑容。你不是想养小猫了？我已经差人去寻了蓝眼睛的小猫，紫蝶轩的新衣我也都买了回来，还有夜明珠的头面。我叹了一口气，陆程，你拦不住我的。早在我想起所有的那一刻，我就打定了离开的主意。不是不爱，而是因为太爱，所以无法面对曾经发生过的一切。于我而言，陆程才是我的骨，要实无一。他的脸色瞬间惨白，摇摇欲坠。他像是一个无助的孩童，落下泪来。我到底要怎样才能留下你？我替他擦干眼泪。陆程，等我自己想好了一切，我就回来找你。真的吗？我点了点头。我利落地翻身上马，牵紧了缰绳。夕阳下，他的身影被拉得很长。对不起啊，陆程，我又骗了你。再见，陆程，是2年后，恰逢端午来临。江南这边的人家把端午看得很重，早早就开始准备起来。我往年总是受邻居的照拂，今年便打算包些粽子送给他们。要买的东西比想象中的要多。陆程就是在这时出现的。他顺手接过我手里的东西，安静地跟在我身后，一言不发。他比2年前更瘦了，精神倒是很好。我只是愣了愣，便随他去了。那之后，他便日日来我的院子中帮我。见底的水缸满了，矮矮的柴火堆又码得高高的，就连破了的屋顶也备不好了。我包粽子时，他就坐在一边，认真地学着，可他包出来的要么不大好看，要么漏了个大口子。那时，他就会把这些粽子再拆开，重新挑2片又大又漂亮的粽叶。慢慢的，包出来的粽子倒也有些像样。粽子煮好了，好看的挑出来，挨个给邻居家送去。等忙完了，恰好是端午前一天，他的情绪肉眼可见的低沉下来。他没有理由再来了。门口挂着的艾草被他折腾了一遍又一遍，挂上去再取下来，取下来又挂上去。原本绿意盎然的艾草一下子就蔫了下来。我实在不忍，便出声道：“你别折腾他们了。”他一愣，眼中的光也尽数消失。他又在院子里坐了很久，月光如华。他不得不离开了。他走到门口，又回过头看了小院一眼，然后低着头去关门，像极了被赶出家的小狗。明日来吃粽子吧。我说。小狗眼中的光又回来了。左右我也是一个人，走的时候把门关好。他激动地点了点头，整个人像是喝醉了酒，晕乎乎的，同手又同脚。我笑了笑，转身进了屋。今年的端午会比往年更好，往后的端午会比今年更好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